你知道吗？汽车产业似乎正在借鉴苹果 iPhone 的商业模式。过去，手机一旦屏幕摔碎或其他关键部件损坏，很多人会选择直接更换新机。如今，汽车制造商似乎也在采取类似的策略。他们生产的某些车辆被设计成一旦出现特定故障就难以维修，甚至只能整体更换。我将深入分析10款这样的汽车，它们仅因为一个简单的故障就可能导致整车报废。这些车辆不再是能长期使用的资产，而更像是带轮子的快速消费品。第10名，雪佛兰创酷与别克昂克拉初代车型在紧凑型 SUV 的销量榜单上，通用汽车旗下的姊妹车型第1代雪佛兰创酷 Trax 和别克昂克拉 Encore 并列第10。这2款车型曾凭借其相对亲民的价格，在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销售成绩。然而，多年之后，最初的车主们正面临着意想不到的困境。其核心问题在于引擎盖下那颗潜在的定时炸弹 1.4 升涡轮增压 Ecotec 发动机。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通用汽车在该发动机的关键组件上采取了令人质疑的策略，以廉价的塑料材质替代了更为耐用的金属部件。具体而言，这款发动机的气门室盖和进气歧管均采用了塑料制造。随着车辆的日常使用，历经无数次的冷热交替，这些塑料部件会逐渐变得脆弱。这种劣化并非缓慢的磨损，而是一种材料性质的改变，最终导致变形和开裂，并最终完全失效。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故障并非一个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仅仅是何时发生。对于大多数车主来说，问题的显现往往发生在车辆行驶里程达到6万至10万英里之间。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巧合是，这个时间点通常恰好在动力总成保修期结束之后。当塑料气门室盖发生变形时，它会不可避免地损害发动机内部的 PCV 曲轴箱强制通风系统，从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机油开始泄漏，随后机油消耗量会急剧增加，最终导致涡轮增压器因缺乏充分润滑而彻底损坏报废。维修此类故障的费用高得惊人，仅更换发动机就可能超过5000美元。考虑到这些车辆的整体价值通常仅在8000美元左右，这意味着车主在经济上将遭受巨大的损失。许多车主无奈之下选择了直接报废车辆，而不是进行昂贵的维修。究其原因，正是通用汽车为了节省区几美元而采用的塑料部件，最终将这些曾经以经济实惠著称的 SUV 变成了一次性的消耗品。重塑之作，福特 EcoSport 2018到2022年款位列第9。在众多车型中，福特 EcoSport 占据了第9名的位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部分该型号车辆搭载了 1.0 升 EcoBoost 3缸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在理论上曾被视为工程学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并因其创新性和效率而获得了诸多奖项。然而，在这份光鲜的履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严重的设计缺陷。这一缺陷已导致了数千起毁灭性的发动机故障。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被称作湿式皮带的灾难性设计理念。传统的正时皮带通常在发动机外部干燥的环境中运行，而正时链条则位于发动机内部，由金属制成，并通过机油进行润滑。然而，福特却出人意料地将这2种方案的缺点结合起来，采用了橡胶材质的正时皮带，并将其置于发动机内部，使其完全浸泡在高温机油之中。众所周知，橡胶在油液中会逐渐发生老化，这种湿式皮带在长时间使用后会逐渐劣化，并直接脱落细小的橡胶颗粒到供油系统中。受到污染的机油在发动机内部循环，会将这些具有磨蚀性的碎屑带到发动机的各个关键部位。不久之后，这些颗粒便会堵塞机油泵的吸油管，从而导致引擎润滑系统的彻底瘫痪，最终引发车辆的突然熄火，且往往没有任何预警信号。令人担忧的是，大多数故障都发生在车辆行驶里程达到6万至10万英里之间，这恰恰是车主可能认为车辆性能稳定的时期。更令人沮丧的是，这种故障无法通过低成本的方式进行修复。一旦油路系统受到污染，唯一的解决办法通常是更换整个发动机总成，而其费用往往会超过车辆本身的价值。这无疑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工程失误，一个从内部开始自我瓦解的引擎，堪称是对精巧设计理念的彻底颠覆。在豪华汽车领域，宝马品牌一直以其卓越的驾驶体验而闻名。然而，在2008年至2016年间，一些特定的宝马车型却因其搭载的一款发动机而备受争议。这些车型在排行榜上名列第8，我们指的是在此期间生产的宝马 X5、X6 以及7系，它们均采用了声名显赫却又问题缠身的 N63 V8 发动机。在正常工作状态下， N63 引擎的性能表现令人称赞，其运转平稳，动力充沛且工艺精湛。
然而，在这令人印象深刻的性能背后，隐藏着一系列结构性的缺陷。这些缺陷给车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问题的核心在于宝马所采用的热 V 型设计。在这种设计中，涡轮增压器被巧妙地安置在发动机的 V 型夹角内部。理论上，这样的布局旨在优化油门响应速度。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种设计形成了一个极端的高温区域，从内部缓慢地对发动机进行烘烤。这种高温环境对发动机内的橡胶和塑料部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尤其是气门杆、油封。在持续的高温作用下，这些部件会逐渐硬化，并最终失效，从而导致严重的机油消耗。部分车主反映，他们的车辆每行驶数百英里就需要添加1夸脱机油。更为严重的是，在车辆行驶里程达到约6万英里后，各种故障开始集中爆发，其中正时链条容易发生拉伸甚至断裂，而修复这一问题通常需要进行昂贵的发动机拆卸维修。此外，高压燃油喷嘴的渗漏不仅影响发动机性能，更存在引发火灾的潜在风险。长时间暴露在极端高温下的涡轮增压器也表现出惊人的故障率，仅仅更换一个涡轮增压器的费用就可能超过3000美元。最坏的情况下，整个发动机的更换费用更是高达1.5万至2.5万美元。对于那些已经贬值的豪华宝马车型而言，如此高昂的维修费用几乎等同于宣告车辆报废。因此，对于拥有这些搭载 N63V8 发动机的宝马车型的车主来说，他们拥有的不仅仅是一辆汽车，更像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金融定时炸弹。第7名，2013年及后续型号路虎揽胜。位居第7名的车型无疑是奢华的象征，路虎揽胜数十年来它一直是顶级 SUV 的标杆，更是尊贵身份的代名词。然而现代揽胜却因其令人担忧的不可靠性和惊人的维修费用而蒙上了一层阴影。问题不仅仅在于个别零件的缺陷，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其整体设计理念。新一代揽胜的设计哲学是追求极致的复杂性，这在车辆初上市时带来了令人赞叹的体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逐渐演变成一场噩梦。车内布满了高度敏感的电子设备，以及声名狼藉、极易发生故障的空气悬挂系统。更令人头疼的是，所有系统之间都存在关联，一个小小的传感器故障就可能触发一连串的警示灯，并导致系统瘫痪。车主们将其戏称为电器小精灵。诊断这些故障通常需要经销商专用的工具，这使得维修成本迅速攀升。许多车主反映，早上醒来时，车辆仪表盘上的指示灯如同圣诞树般闪烁，但车辆却无法启动。空气悬架系统似乎应该贴上警告标签，其气囊容易出现干裂破损，压缩机也容易烧毁，高度传感器也常会失灵。这些问题最常出现在行驶里程达到6万至10万英里的时候，仅仅修复一个悬架支柱就需要花费2000到5000美元，而且通常需要在经销商处进行。由于维修成本过于昂贵，保险公司现在对路虎揽胜的理赔金额经常高达6位数，即使是其他车型上微不足道的故障，也可能导致揽胜直接被判定为全损。这使得这款曾经令人向往的 SUV 变得异常昂贵，而其过高的复杂性也注定了它的耐用性不佳，堪称一次性奢华品的典型代表。排在第6位的是2款在美国汽车文化中拥有标志性地位的车型。Jeep 牧马人 4xe 与大切诺基 4xe 插电式混合动力。在新能源汽车的大趋势下， Jeep 的母公司 Stellantis 集团率先将这些技术含量颇高的混动系统投放市场。然而，首批购买这些车型的消费者如今却发现自己似乎成为了这场高成本试验的小白鼠。这2款 4xe 车型已经历了多次产品召回，并收到了大量用户提出的严重问题反馈，主要集中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意外熄火、动力突然中断，甚至出现混合动力系统彻底瘫痪，导致车辆无法继续行驶等状况。尽管大部分问题在保修期内可以得到解决，但真正的潜在风险在于保修期结束后 4xe 系统的核心组件，例如高压电池组、冷却系统及其相关的电子控制单元，一旦超出保修范围需要维修，其费用将非常惊人。单单更换电池组一项，预估成本就可能在8000到15000美元之间，甚至更高。考虑到车辆的使用年限并不长，这样一次维修的费用很可能超过车辆本身的价值，使其直接报废。毋庸置疑，这些车型属于较新的产品线，缺乏长期的使用数据作为支撑。但是早期大规模的召回事件，再加上关键混合动力部件那令人啧舌的维修价格，使得消费者在保修期结束后继续持有这些车辆，变成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冒险。这些混合动力系统的推出，更像是为了快速满足法规要求而匆忙上马的项目，而非以长期的可靠性和耐用性为出发点进行设计。最终，这些潜在的问题却转嫁到了车主身上，让他们承担了高昂的维修风险。
第5名，梅赛德斯。奔驰的部分车型，如 Giulia 级和 C 级，在2020年及之后采用了 EQ Boost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这家同样来自德国的著名豪华汽车品牌也因此位列第5。这项以48伏电气系统为基础的 EQ Boost 技术，最初被宣传为一种能够优化车辆性能、提升行驶平顺性，并改善燃油经济性的智能方案。然而，它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增加了车辆结构的复杂性。这些车型已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召回事件，其中就包括可能引发火灾的电气接地故障。但是，召回仅仅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更令人担忧的是 ，EQ Boost 系统与车辆的电子架构进行了深度整合，包括48伏电池、集成式启动发电机以及相关的计算机网络都直接与车辆的核心软件关联。一旦任何一个特定的部件发生故障，车辆很可能完全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无法启动或移动。车主们将这种情况形象地称为变砖，这意味着他们的爱车可能会瞬间变成一堆昂贵的废铁。更令人头疼的是，普通的汽车维修店往往无法对这些问题进行维修，维修里程需要使用梅赛德斯、奔驰专用的诊断软件、特殊的工具以及经过原厂培训的技术人员，这使得经销商在维修方面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如果关键的 EQ Boost 部件在保修期刚刚过后出现故障，车主可能将面临高达数千美元的维修费用，而且几乎没有其他更经济的替代方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车辆已经失去了其可维护性，仿佛变成了一次性的电子产品，这与豪华汽车所应具备的特质是格格不入的。位列第4，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旗下多款车型，由于搭载 Theta 2 GDI 发动机，生产年份为2011年至2019年，而共同占据了第4名的位置。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某一款单一车型表现突出，而是这2个品牌的多个畅销车系均受此影响。我们指的是现代索纳塔、圣达菲和途胜，以及起亚 K5、索兰托和狮跑。这些车型无一例外地配备了 2.0 升或 2.4 升的 Theta 2 GDI 发动机，正是这款发动机给现代汽车带来了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质量问题之一。问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车辆的生产环节，在制造过程中，金属碎屑滞留在发动机缸体内部，这使得数百万辆新车在出厂时就埋下了安全隐患。随着车辆的使用，这些金属碎屑会逐渐脱落，并随着机油在发动机内部循环流动，最终堵塞那些细小的油道。这些油道的主要功能是为连杆轴承提供润滑。一旦轴承失去润滑，发动机的故障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车主通常会首先听到发动机发出尖锐的异响，这是一个明显的警告信号。如果对这个警示置之不理，连杆可能会发生断裂，甚至刺穿发动机缸体，导致发动机在瞬间停止运转。更严重的情况还可能引发火灾，这并非一起小范围的个案，而是全球数百万辆汽车都受到了影响，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车辆召回行动、政府部门的调查，以及针对现代和起亚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集体诉讼。尽管部分车主获得了延长发动机保修期的补偿，但由此造成的损失和困扰是难以弥补的。如果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这类二手车辆，并且车辆已经过了保修期，那么更换发动机可能需要花费5000到8000美元。这笔费用往往会超过车辆本身的价值，使得车主不得不考虑直接将车辆报废。探究日产奇骏2014-2020款，一款备受瞩目的家庭 SUV 背后的隐忧。日产奇骏这款曾经在美国市场销量名列前茅的家庭 SUV， 对于成千上万的车主而言，却因为一个关键的薄弱点，由雅科 Jatco 生产的 CVT 变速箱，而成为了与频繁故障和经济损失紧密相连的符号。这款 CVT 变速箱摒弃了传统的齿轮啮合方式，转而采用钢带与滑轮进行动力传输。从理论上看，这种设计旨在提供更为平顺的加速体验，这听起来似乎非常理想。然而，实际应用在奇骏 Rogue 上的雅科 CVT 变速箱却因早期阶段频发的故障问题而声名狼藉。众多车主反映，他们的车辆出现了明显的剧烈抖动、令人不适的尖锐嗡鸣声、变速箱过热，甚至在行驶过程中突发性的动力中断。这些问题常常直接导致车辆完全无法行驶。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故障都集中发生在车辆行驶里程达到6万至10万英里之间。这恰恰是车主们对车辆可靠性抱有最高期望的阶段。究其根本，问题的核心在于该款 CVT 变速箱的设计缺陷，其散热性能存在不足，极易导致变速箱油液过早分解，内部组件在高温环境下遭受损坏。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变速箱在维护保养方面存在严重障碍。更换内部关键的滤芯需要对变速箱进行彻底的拆解，这使得大多数独立的汽车维修店都不愿意接手此类维修业务。因此，标准的维修方案往往是直接更换整套变速箱，由此产生的费用高达数千美元。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车辆本身的价值。针对这些 CVT 变速箱的问题，日产公司面临了多起法律诉讼。然而，这个问题仍然持续影响着数百万辆装备了该变速箱的汽车。就奇骏车型而言，这款变速箱似乎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一个无法长期使用的消耗品，最终的报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通用汽车部分车型由于配备了特定的8速自动变速箱，在2015年至2019年间，不幸成为了最易发生故障车型榜单上的第2名。这一问题波及了通用汽车旗下的众多畅销车型，具体包括2015至2019年款的雪佛兰 Silverado、GMC Sierra、雪佛兰 Camaro、Corvette 以及凯迪拉克 Escalade、Yukon 和 Tahoe 等车型。这些车辆均装配了型号为 8L45 和 8L98 的8速自动变速箱。这些变速箱最初曾被宣传为在性能和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然而它们最终却成为了通用汽车近代史上最为严重的缺陷之一，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涉及近80万辆汽车的大规模集体诉讼。车主们普遍反映的问题令人担忧，最常见的是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出现剧烈的震动，这种感觉如同反复驶过减速带一般，即使在平坦的道路上也会发生。此外，车主们还报告了换挡时出现的尖锐异响，以及车辆加速时的突然顿挫和难以预测的反应。这些问题使得驾驶过程充满压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构成了安全隐患。那么，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来源于2个关键因素。首先，通用汽车指定使用吸湿性的液压变速箱油，这意味着油液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受污染的油液会导致扭矩转换器和离合器出现打滑现象，进而引发车辆抖动。其次，变速箱内部组件，特别是扭矩转换器的设计寿命不足，导致其过早磨损。通用汽车最终发布了服务公告，建议更换采用改良配方的油液。然而，对于大多数车主而言，这仅仅是一种临时的补救措施。诉讼指控通用汽车多年来早已知晓这些机械缺陷，但为了节省成本，选择了避免进行全面的召回，而是等待车辆的保修期结束。车主们面临的残酷现实是，唯一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更换整套变速箱，而这项维修的费用高达5000至7000多美元。对于那些车龄尚不足5年的车辆来说，这是一笔令人难以承受的维修费用。特斯拉 Model Y 巨型铸造技术下的易耗品争议。特斯拉 Model Y 作为当今市场上炙手可热的畅销车型，其领先地位并非浪得虚名，它代表着汽车工业的未来趋势。然而，这款看似前沿的汽车最易损坏的并非传统的发动机或变速箱等核心部件，而是其一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制造工艺——巨型铸造。这项技术的应用无疑大幅降低了特斯拉的生产成本，使其在利润方面获益匪浅。然而，对于车主而言，这却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困扰。所谓的巨型铸造，是指特斯拉采用巨大的冲压设备，将整块铝材一次压制成汽车结构中的大型部件，如同建筑工程一般。以 Model Y 为例，其整个后车架既是由一块完整的铸件构成，这种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无疑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在车辆维修方面却埋下了隐患。传统的汽车在遭遇轻微的追尾事故时，可能仅仅是保险杠、侧尾板或后备箱底板等独立部件受损，这些部件可以单独更换，维修成本相对可控。然而，在采用巨型铸造技术的 Model Y 上，同样的碰撞事故很可能导致整个巨大的铸件开裂或变形。来自维修厂和保险理赔人员的反馈显示，这种情况导致车辆的全损率急剧上升，即使表面看起来可以修复，目前也没有经过官方认证的切割、焊接或局部修复这种铸件的方法。唯一获得特斯拉工厂认可的解决方案就是更换整个车身结构。这项工程的复杂性和高昂的费用往往超出了车辆本身的价值。因此，批评人士将这种做法戏称为巨型浪费。许多行驶里程不高、近乎全新的 Model Y， 仅仅因为相对轻微的损伤就被直接送往报废厂，而同样的损伤在其他传统车型上本可以通过常规维修轻松解决。雪上加霜的是，一旦过了保修期，特斯拉 Model Y 的电池更换费用高达1万至2万美元。这2方面因素叠加，使得这款车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现代社会一种特殊的一次性车辆。制造成本看似降低，销售业绩亮眼，但维修费用却令人望而却步。特斯拉 Model Y 的案例似乎印证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趋势。一些汽车制造商可能更倾向于制造相对脆弱而非耐用的产品，因为这在长期来看可能对他们更有利，但却让消费者承担了更高的用车成本。那么在购车时，您应该对哪些车型更加谨慎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如果您喜欢这类内容，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汽车资讯。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